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王一博三部曲，不能文，但能武。2023年，王一博主演的3部电影全部上映。从春节档的《无名》被骂演技不行，到《长空之王》口碑不保，王一博作为流量勇闯大银幕之路的前半程并不太顺利，并且因为采访中的华丽表现，被内娱网友戏称绝望的文盲。直到出演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制的《热烈》，一切好像有了改变。作为2023年王一博三部曲的终章，王一博路人口碑逆转的局面可能即将到来。虽然他在《热烈》里的表演并不能让他收获演技派的评价，但至少人设贴合，王一博的表演不会成为这部电影的扣分项。在偶像的电影在就业之路上，现阶段王一博更接近于一位真正的演员了。春节期间《无名》上映，很多抱着悬疑谍战商业片预期去电影院的观众，被非线性叙事的剧情搞得一头雾水。虽然这是导演程耳的独特风格，但确实很难被春节档的观众买单。在影片本身争议就很大的情况下，还要加上流量明星王一博，简直是难上加难。抛开春节档流量明星粉丝大战的纷争，单看王一博的表演，也不足以支撑起叶先生这一角色在设定上的复杂性。偶像剧的演法是以帅为主，冷漠且自信，浮皮潦草的做做表情和动作就可以。但无名的叶先生是在凶险的环境里背负重任，独身前行的卧底。角色本身就对演员的表演层次有很高的要求，很明显王一博没怎么做到。与王队长王传君式的对手戏中，王一博的表情表意不明；与方小姐张静怡式的你来我往中神情稍有变化，但仔细一看还是不知道那些变化指向什么。跟梁朝伟的打戏看得出来用力了，但到了文戏的部分又显得用力过猛，表演痕迹很重。归根结底，叶先生这个角色和王一博的适配度太低，当时的王一博还没到能演好这种角色的阶段。而到了《长空之王》中，雷雨一角的个人英雄主义又到了顶峰，甚至分不清剧作上给雷雨既能飞又能搞数据研究。其他技术部门都没他那么有用的设定，到底是在帮王一博还是害他？王一博只能继续偶像剧的演法。在这2部本身就很难让普通观众满意的电影里，王一博是扛骂的主力军。但拆开来看，演员只是电影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在合理好看的剧情中融进去，谁演都一样。只要片子看得过去，观众就不会特意去网上骂演员。所以在《无名》和《长空之王》时期挨骂的王一博，表演一般还在其次，挑剧本的能力才是最糟糕的。《热烈》就完全不同。1年前，导演大鹏就在微博之夜的采访中公开表示，影片是为王一博量身定制的，先有了一博，才有了《热烈》。而今年在映前，澎湃新闻的报道里，大鹏又表示，前期走访了大量 breaking 的舞者，大家都一致认为陈硕一角最适合的演员是王一博。因为这件事我去找了一博，这个点也打动了他，听到我说出很多的舞者回答出他的名字，他自己很激动的，这也变成了他的动力。看过《热烈》后可以发现，陈硕真的很适合王一博。首先，这个角色的人物设定很简单，一个爱跳舞，可以为了跳舞付出所有努力的大男孩，这与王一博的个人爱好、特长和成长轨迹都十分吻合。在公开采访中，王一博曾表示，初2那年暑假，除了跳舞似乎再没做别的事，特别酷，特别帅，就想学舞蹈。学了之后感觉很拽啊，然后就一直学下去了，就越跳越开心，停不住了。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跳。之后成为练习生，也从未停止跳舞。参加街舞综艺，
站上舞台才能释放真正的个人魅力，这些是王一博成为陈硕的先天优势。其次，热烈的剧作层面也很保护王一博。陈硕一角的文戏部分相对黄渤出演的教练要轻很多，没有背负沉重的过往，只是一边拼命打工帮家里还钱，一边坚定的跳舞。文戏靠黄渤，武戏靠王一博。老戏骨搭配流量小生的套路，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因此，需要演员有文化，表演有层次，对文戏理解深入再深入等等，原本是王一博的短板部分，在热烈里被巧妙地规避了。王一博只需要发挥擅长的部分，好好跳舞，观众好感度就会直线飙升。遇到热烈的王一博，终于开始少说话，多跳舞，从文盲的讽刺里出走。流量明星闯进大银幕早就不新鲜了，之所以普通观众对爱豆演电影保持警惕，是因为早年间这一模式消耗了太多人的信任。几年前影视行业处在资本蜜月期，热钱涌动，只要做个漂亮的 PPT， 有流量明星出演，一部电影就很容易拿到投资。当时基于流量明星的票房保障能力，片方给到他们的片酬水涨船高，所以在那个阶段，对于流量明星来说，片酬是核心吸引力，即使不会演戏，剧本也不行，依然可以勇闯大银幕。但这样的模式有着很明显的隐患，当大部分投资注入到明星片酬和 IP 版权这两个生产环节中之后，几乎没有多少项目会把足够的资源和精力留给打磨作品的品质了。烂片成了这种模式下必然的结果，烂片折磨观众，让观众对有 IP 和有流量的电影留下了极其负面的印象。时间久了，观众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流量明星出演的大概率是烂片，观众对这一模式不买单了。旧模式失效，新模式就要诞生。首先是演员层面，无形的鄙视链让电影成为了流量明星们最需要啃下来的硬骨头。由于电影画幅更大，对演员特写镜头的表现要求更高，对试图证明自身演技的流量明星来说，是最有力的说明。加之票房数据比起剧集播放量而言水分更低，可受粉丝操控空间更小，更能代表大众化的评价。因此，一部票房与口碑兼具的电影将成为流量明星转型道路上最坚实的实际。所以，流量开始挑剧本，打磨演技。在偶像丛生的年代，没有谁可以一直火下去，要留住粉丝，争夺粉丝，不可能一直好看就行。偶像需要好好当演员，出作品来稳固地位。其次是电影层面。相比于泡沫时期片方单纯对流量明星票房吸引力的利用，如今的导演们也开始学会怎么真正的使用流量明星。少年的你让易烊千玺成为流量中最顶流的电影咖，李玉的断桥给了王俊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银幕印象。人生大事让朱一龙拿到影帝，在导演能力和剧作层面，让一个偶像看起来更有演技，这件事并没有想象中难。结果是，流量明星更认真的演戏了，导演们也逐渐学会如何正确使用流量了。从单纯的互相利用到形成更紧密的互相需要关系，这次大鹏用对了王一博，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与普通演员不同的是，流量明星出演电影的恶评很多时候并不来自于普通的电影观众。同档期内容不得两位大明星，一位偶像被攻击后，粉丝就要去找对家开骂，双方都陷入口碑低估、无休止的攻击、报复，而观众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基本只是看个热闹。在这个层面，作为公众人物要证明自己是很难的一件事，就像王一博无法也没必要回应说我不是文盲。过去的骂声在现阶段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舆论在作品面前是很苍白的，沉默的大多数观众不会在意谁是谁的偶像，所以只要一直输出作品，不管是跳舞还是电影，
所有声音都会过去。当年周迅刚出道，演了很多与自身气质贴合的文艺片，也曾经被批评没文化。很多评论认为他是因为碰到为他的灵气而量身打造的剧本，才成为一线女演员。这么多年过去，周迅还是从作品和不同的角色里证明了自己。而流量小生王一博在3部定乾坤之后，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作品去给王一博到底会不会演戏一个明确的回答。